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民国籍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考公问题。之前呢，我们做了一期醉驾的节目，在里面呢就介绍有学者提出微罪封存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即他们认为醉驾作为一种最高也才6个月拘役的微罪其产生的附随后果，比如说自己被单位开除，无法从事特定职业，自己的犯罪记录影响后代考公等，某种角度上就已经超过了刑法本身。他们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尤其是言及子女是连坐更为不该，因此呢就可以考虑对微罪进行封存，经过一定年限后呢，甚至可以考虑抹去有关犯罪记录，以让犯过错的人及家庭更好的融入社会。在做了这期视频以后呢，我就收到一条私信，私信者呢就介绍他自己是在考公务员主管部门做了10几年政审的人。他认为除了极少数特殊公务员岗位以外，除非是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罪行公务员政审呢与父母亲戚无关。他们每年公务员招考都有父母有过犯罪记录，甚至正在服刑的人报考，他们也有都政审通过录用的。这位朋友就很谨慎发了这段话以后就消失了，我也无从进一步和他沟通。但讲真因为我从没考过，也没想过考公务员，所以呢对这个问题缺乏实质性的研究。之前呢也只是单纯对几位学者的观点进行引用。这位朋友的观点呢，我认为很有价值，同时呢基于对内容负责的态度，我就决定好好研究一下父母有犯罪记录对报考公务员是否有影响这个问题。我先抛出结论父母有犯罪记录呢对报考公务员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有限。怎么说有影响呢？公务员法第26条就规定了，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以及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就不得录用为公务员。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如果你自己受过刑事处罚，那你就不能报考公务员了所以我也很困惑这位朋友提出的正在服刑的人也能报考是什么情况。而其次呢是第5项这个兜底规定也给其他特殊情形开了口子。比如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第6条规定直系血亲和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判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就不得报考人民警察。而在服兵役方面我检索了一下最新依据是2021年新出的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规定，但因我个人检索能力有限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原文，所以无从解读。但在此前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中第8条也规定了，家庭主要成员、直接抚养人、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或者对本人有影响较大的其他亲属，有被刑事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者有严重违法问题尚未查清，本人有包庇、报复言行的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或者严重政治性问题，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等等也不能服兵役。其中第9条第9项还规定了，对于有特别要求的新兵，只要有家属涉及犯罪就不能征集。这份文件下还有很多细分条款，想当兵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但总而言之我个人观点肤浅的观点是，如果严格执行这份文件，在目前参军已经很卷的情况下，只要你和你父母如果有刑事犯罪记录你成功的概率可能还是会受很大影响的。不过对于其他公务员岗位，目前我确实没有找到父母犯罪会对录取产生影响的直接法律依据。只不过呢，除了法律规定以外，在实际的考公过程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当下，父母有犯罪记录会不会对实质录取产生影响我就不得而知了。再者是父母有没有无犯罪记录证明，除了对子女某些特定岗位的就业产生影响以外，还可能对子女就学产生影响。比如罗翔教授就说过有的地方甚至孩子上小学都需要家长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因此我认为大家不能否认父母存在犯罪记录，肯定不至于让你整个人生都没了出路，或者全然断绝你人生的所有道路。但相较于有一对无犯罪记录的父母，你在做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是会遇到障碍的。所以这对不对呢？我看到一些音量很大的观点说怎么就不对了呢？谁让他父母犯罪呢？犯罪就要承担代价，我们就是要通过告诉他这会对孩子造成影响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这里呢就涉及2个问题了。第一是片面增加犯罪的代价能否就断然的起到了震慑犯罪的作用，这一点呢在罗车之辩第3期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大家可以去考考古以做参考。而第2是如果确定要增加犯罪的代价，那是否就应该把罪犯无辜子女的人生也放进代价里面。对于只要犯罪的代价越来越大，犯罪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不仅仅要让这个人死刑，还得把家里人都拉进来，这个观念我的评价就3个字很古代。是的，在这一点上呢，持有这些观念的朋友可以说和古人的智慧连在一起了。在古代犯了罪不仅要处罚罪犯本人还有连坐、诛九族，除了自由刑还有肉刑，比如说凌迟宫刑挖心比如把人放锅里煮挂铁柱上烧。
请君入瓮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啊？人质这个词是什么概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在此基础上，说不定昨天你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过年都见不到的远方表舅啊犯了罪，今天呢就能顺带把你也一起拉进刑场。然后呢，台下一群人黑压压一片，梁山的民众们争先恐后的目睹这一全族人头落地的盛事。多的不说，最近《梦华录》不是在热播吗？父亲犯罪啊，女儿为妓，这剧情呢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古代啊，我们就是可以打着用重点的恢宏旗帜，让罪犯甚至家里人付出无论多大的代价。陈旧的法律赋予了这些如今看来非常残忍的行为合法性，也赋予了我们围观的正当和合理性。朋友们有所不知啊，在古代看杀头可是如赶集的呀。但这就是对的吗？这就是应当的吗？为什么厚厚的刑法里没有只写死刑这两个字呢？为什么现代法治观念中在慢慢的摒弃重刑主义呢？真的是因为当代法学家们不接地气吗？这个问题啊很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罪刑相适应原则，分享比例原则，分享刑罚人道主义，分享刑法与公权力的关系。但更多的，我希望大家能自己下来，自己去找找有关论文，想想我们为什么要逐渐的摒弃这些残忍。因为你自己啊对知识的探索与好奇，远比我单方面的灌输来得更有效。而在本期视频中，我只希望大家思考两个问题，那就是无论这一现象是否已然存在，你是否认同家庭出身决定命运？你是否认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去争取自己想争取？如果你觉得就应该用家庭出身来决定命运，那么问题来了，你在用家庭出身剥夺一些人权利的同时，是否也在变相认可让一些家庭出身优越的人得到特权呢？那在这得失之间，你认为出身平平的自己人生机会会增加还是减少？如果我们在立法上认可家庭出身就能在明面上成为每个人人生的变量，那你认为这会让世界更加公平，还是让阶层更加固化呢？我们回到子女是否应当对父母犯罪承担责任的具体问题啊，除了学术界已经有搜光权等教授主张通过微罪封存来减少对子女的伤害以外，实务界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3级高级检察官刘哲啊，也提倡建立微罪封存制度，就成年人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除一些诸如危害国家安全啊及性侵类案件等特殊罪名以外，就对其犯罪记录呢予以封存。他认为啊，成年人犯罪从犯罪结构变化的趋势来看，80%呢已经是3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在这些轻罪里面啊，相当比例其实就是刑期1年以下的案件，甚至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危险驾驶呢就是最突出的代表。这些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暴力程度都是有限的。在此情形下，由于我们在入学、入伍和就业的政审政策中啊，父母的犯罪记录会给子女造成负面影响，产生株连效应。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呢，便可立竿见影的对这些犯罪人子女啊消除不利影响，降低其对抗情绪。再比如啊，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亦连续2年在两会中建议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他认为啊，前科报告制度呢将导致前科人员就业困难，极易滋生再次犯罪。而对前科人员亲属的职业限制，比如在报考公务员等特殊岗位时，前科人员的近亲属他自己并没有实施任何的犯罪，仅仅因为亲属有前科啊无法通过政审，从而丧失就业资格，那就相当于啊家庭出身决定命运。这对于前科人员和其亲属也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啊，消灭前科有利于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更好的回归社会，进而降低再犯罪的可能。对于这些建议，你是否认同呢？大家完全可以不认同啊，以各种理由。而我认为啊，这种讨论是可贵的，因为这些讨论会告诉你社会的复杂，不是单单一句谁让他父亲犯罪了呢来一笔带过。这些讨论也是法学存在的基础与意义，它在告诉你，立法不是靠拍脑门，是门技术活。法律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法律还必须要考虑到它出台后实际发生的社会效果。我是法筛，一名平平无奇且思维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持续输出有价值的法律内容。看到这里，成熟睿智的朋友已经一键3连并保持关注，我们下期再见。